海贼王里那些不戴帽子比戴着帽子更好看的人，作为饰品，帽子戴得好可以修饰脸型五官，显得更好看。但如果选到了不适合的帽子，那脸和帽子都会互相尴尬。海贼王里，当一些一直戴帽子的人拿掉帽子，就会感叹原来你不戴帽子这么帅啊。海贼王罗杰经常戴一顶海盗三角帽，虽然这可以凸显船长的气质，不过这种帽子在各色海贼中太常见了，又属于对海贼的刻板印象，所以就衬得罗杰很路人脸。然而当罗杰不戴他的船长帽的时候，感觉还是这个版本的罗杰帅。支棱飘逸的发型也能更显现他那两撇非常个性的四鼻飞毛的胡子，气质上从路人脸直接跃升为一看就不简单的大佬。就算是自首后的罗杰发型杂乱，也比戴帽子好看。那种披头散发又微遮双眼的发型之下，就有种很无敌的气场，气质很有感觉，戴上帽子反而很普通。大妈团的将星之一司木吉初登场的时候总是戴着一顶造型很奇特的圆兜帽，在长相随机的大妈团里，司木吉其实是长得漂亮的那一类了，只是脸上的彩妆有点狂野，但五官没毛病。最大的特长就是3米大长腿、连体泳衣和一头银白色的大波浪。然而一顶帽子却遮住了他的优势。在茶话会期间，司木吉摘下了帽子，这么看司木吉还是挺有女人味的，加上一头超级浓密、超级长的白发，这种发型还是挺少见的。玉家觉得又酷又帅，还是挺耐看的。感觉大妈团里底子最好的，除了加雷特就是司木吉了。草帽团高频戴帽子的，除了乔巴还有乌索普，但他俩戴帽子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2年前乌索普习惯绑头巾，说实话，乌索普绑头巾跟帅完全不搭边儿。2年后则经常戴一顶荷叶帽或者飞行帽，感觉这几款也都不是很衬他。乌索普这么帅的爆炸辫子发型，就适合和他老爹一样不戴帽子，捯饬自己的发型优势。耶稣布虽然不是长得很好看的那一类，但往红发身边一站，就给人一种主力且很帅的气质。所以狂热行动里是乌索普为数不多不戴帽子的时候，感觉这样的乌索普也很帅啊。只要发型整得帅，帽子大可不必戴。未来海贼王身边的狙击手的气质显而易见了。黄猿年轻的时候也戴过帽子，他戴过爵士帽，但和他的气质不搭。戴过普通的海军帽，一眼看上去比现在还显老。也戴过针织帽，这个倒也还行，就是略显稚嫩。不过要说黄猿最帅的气场，感觉还是不戴帽子的时候，天生的自来卷给人一种懒洋洋的感觉，非常符合黄猿划水的松弛感。加上老成的脸上透露着一些圆滑狡黠，配合一口一个好可怕，一脚一个超新星，秒人只需光速踢、抬腿半击等雷力，这感觉才对味儿。萨博从小就戴着一顶高顶礼帽，长大后戴着帽子的萨博也很帅，只不过感觉不戴帽子会更帅。毕竟萨博一头绚丽金发加上潮流烫发，妥妥的靓仔，这是加分项。萨博属于那种长相温和但下手贼狠的那种人，戴上帽子虽然显得优雅礼貌了很多，不过压制了一点凶狠，所以不戴帽子的萨博又帅又狠，更有感觉。陆琪也是一直喜欢戴高礼帽，他戴帽子有一种阴冷的坏蛋感，倒也不难看，而不戴帽子显得更像练家子。主要是陆琪2年后的发型整个变得飘逸好看了很多，还多了龙须刘海，可能是陆琪一打架就得脱帽子，有一招一式的武斗加持，所以相比之下摘下帽子来还是更帅一些的。不戴帽子更帅的还有巴基也喜欢戴各种款式的海盗三角帽，这种帽子其实真没什么人能戴得很好看的。推进城期间，巴基的蓝色马尾发型非常惊艳，就是有一种丑帅的感觉。狂热行动里马尾发型现实返场，只不过染黄了，要不是巴基走的搞笑路线，捯饬还是挺帅的。不戴配饰更好看的效果还不仅局限于帽子，还有其他配饰，比如马尔科的眼镜。虽然戴上眼镜的马尔科在鬼岛上潇洒的气质依然很足，有一种雅痞的帅气，但不得不说红色框架眼镜的小马哥乍一看有点别扭。潇洒的巅峰那还得是顶上战争，慵懒风加上炫酷的果实能力，给人一种痞里痞气的帅气。还有轻质的眼罩，来源于轻质的原型松田优作在侦探物语中的形象。不过这个眼罩让早期的轻质显得土土的，反而不如不戴眼罩帅。2年后的轻质把眼罩换成了一顶冷帽，又戴起了年轻时戴的小圆形墨镜，这个穿搭就比海军时期酷帅太多了。所以有些人能把配饰带出本体的效果，而有些人则是被帽子等的一些配饰封印住了颜值。天天打卡下班还能混2份工资的德雷克，要说海贼世界的卧底，那绝对是一大特色。最有代表的几个就是什么铁块无敌 CP9、旅行社长暴君雄、宠罗狂魔克拉松、原地加入德雷克、大谢恩块维尔哥、人造血浆传次郎、九侠有个看十郎，你不卧底谁卧底？还有蒙奇家族大老黄，老黄这个纯属当真，切勿娱乐。这里面当属德雷克卧底当的最敞亮，通常当卧底的都应该消除自己以前的身份，最次也得遮掩一下吧，以前干过什么事儿，底子不干净，容易被查水表。但德雷克直接摊牌，明确表示我以前就是当过海军，官还不小，因此堕落的海军少将也是他随身携带的标签。这样呢，总比藏着掖着被人后面查出来好。心理学这一块拿捏的还是比较细腻，反正当个卧底也得实实在在，属实讲究。2年前的德雷克以2亿2200万赏金的超新星身份登场，排名第4，不砸几个酒瓶子都对不起这赏金吧。岛上的几个精神小伙一言不合就开干，
或者是话都没说就开干。但德雷克特立独行，不打架，反而直接当起了和事佬来劝架了，要打去新世界打去。很显然，德雷克也不想把海军招来，但挡不住哥几个一顿造啊。那边路飞都快把天龙人的头给锤掉了，高低是把大将给招来了。最狗的是，德雷克身为海军卧底，陪着这帮超新星演戏，高低也是逃不过挨揍的命，挨了和平主义者一下激光，挨了老黄一脚光速踢，反正德雷克就直挺挺的杵在那儿。黄 Sir， 看我眼色行事，看我眼色行事，我是卧底。老黄中间都不带停的，上来一脚世界波，把德雷克给干没了。老黄表示，你是卧底，巧了，我也是。不得不说，老黄这一脚差点又把战国给踢哭了。总之，估计德雷克心里都得开骂了。我从小梦想就是当海军，好不容易当上了，到头来被自家人他妈给收拾了。2年后到了凯多那里，那就是海贼阵营里的黄猿，不说是消极怠工吧，那也是打卡下班，天天摸鱼划水，跟霍金斯俩人去澡堂也是。德雷克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在乎抓荞麦假面。当然也不知道德雷克是有晕奶还有晕啥的毛病，进去之后直接就躺了。娜美纹丝不动放倒一个2亿多的超新星，接下来这里直接就变成了粉丝见面会。霍金斯、德雷克这2人已经忘了自己来干嘛来了，再加上之前原地解说的罗，堪称是海上战士索拉和吉尔玛66的骨灰级漫迷，这3人对这种事物的狂热，加治都忍不住要收儿子了。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包不住火。德雷克终于晚节不保，来来回回混2份工资的好日子到头了。因为放走了罗，被狠狠揍了一顿。科比给德雷克指了一条明路，和路飞联手。起初索隆和慎平是极力反对的，德雷克非得想往车上挤，索隆就偏不让他上车。不过在路飞来者不拒的脑回路下，阿普前来闹事的情况下，德雷克终于挤上了车。好家伙呀，看样子明年又得留赤犬一个人吃年夜饭了。你一个海贼不想要财宝，那你想要什么呀？一个静静坐在船边上的年轻人被这么问道。这个年轻人说出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家人。守在堆积的财宝旁的人呢，纷纷捧腹大笑，嘲笑这个人的无知。这些人或许在想，在这片弱肉强食的广袤大海上，又能有几个人有如此可笑的理想呢？而这个年轻人又有什么实力能支撑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甲板上充斥着嘲笑声，但年轻人若有所思，只是笑而不语。他出生于伟大航路的一座岛屿，因为是贫穷之地，交不起天上金，而成为不法之岛。海贼和人贩子常年霸道横行，越来越多的小孩成为孤儿，小白也是其中之一。童年的小白虽然成了这帮孤儿的领头人，但他的志向远不止于此。尚且年幼的小白选择独自出海，在大海上颠沛流离了多年，但他凭借出众的实力，一步步向自己坚守的梦想进发。后来加入了当时大海上最强大的海贼团——洛克斯海贼团。在这里，他的名气逐渐闻名于大海，又因为弦月状向上弯的白色胡子，因此被人称作白胡子。但是不管是海贼团内的氛围，还是船长洛克斯的意志，都不是白胡子所追求的。在神之谷一战后，洛克斯海贼团被罗杰和卡普联手击败，昔日最强的海贼团就此解散。这片大海上迎来了群雄割据的时代，而白胡子却不再颠沛流离，因为他的身边不断有了马尔科、乔兹、比斯塔等陪伴自己的家人。当年那个看似笑话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凭借强大的实力和团队，白胡子从与罗杰、金狮子割据的时代一路走来，后又成为新世界四皇公认的最强男人。所以四大海域的人皆知白胡子对海军的威胁有多大，也知道白胡子比怪物还可怕，更知道他是继罗杰之后最有可能找到 One Piece 成为海贼王的那个人。这个被人称之为比怪物还可怕的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收留被这个世界所嫌弃的人，为什么将船员视为家人和儿子，为什么被船员亲切地称之为老爹。白胡子从小就是落魄潦倒的孤儿，在洛克斯船上也目睹过太多同伴相残的事情，因此教会儿子们仁义至上这个道理是他这个当老爹的终身信条。不能伤害同伴也是船上的铁律。面对来教自己做事的红发，白胡子根本不屑一顾。在别人看来，白胡子不去追回艾斯，不接纳别人的建议，这种做法虽有些放任，但两面为难的白胡子或许更多的是对儿子的尊重和无奈，但是他能做的就是拼上自己的这条命，给儿子们上最后一课。即便是再深的仇恨，再肆意的叛逆，再落魄的窘境，即便是莫比迪克号毁了，这个怀抱永远是可以包容一切的家。在救出艾斯后，白胡子下达了最后的船长命令：艾斯放出岩上纲，在一片火墙中跪谢白胡子，不禁让人想到当年也是在火墙之下，艾斯第一次遇到白胡子，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啊。传奇一生的白胡子，即便是战死，也傲然挺立。马林凡多一战，总计承受刀伤267处，子弹152发，炮弹46枚。随着大衣渐渐退去，
白胡子征战一生，后背没有留下任何逃亡之耻。他是一个时代，也是永恒的传奇。当赤犬侮辱白胡子是一个时代的失败者时，他或许不知，早在20多年前，白胡子就可以在那棵樱花树下知晓关于大秘宝的任何事情。但是白胡子婉拒了，直到最后，他挂念的依旧是他这一生都心之所向、心之所属的家人。娜美的无敌好闺蜜乌索普，对于船上的2位女士来说，平时男生们算比较皮的，有日复一日沙雕的，隔三差五犯花痴的，3天2头看胖子的，一天到晚打瞌睡，甚至还跃跃欲试想反抗的。虽然乌索普也很皮，但却总能和娜美玩到一块去，保持着如同好姐妹一样的关系，堪称是娜美的好闺蜜。毕竟成为好闺蜜的第一准则就是性格啥的一定要合得来，危难关头呢还可以抱团取暖。乌索普和娜美作为胆小3人组成员，自然而然是最合得来的一对儿。其实早在大家进入伟大航路遇到一本正经的怪老头库洛卡斯的时候，娜美乌索普就被其吓得差点合2为1了，早早奠定了好闺蜜的基础。后来乌索普为好闺蜜发明了天后棒，并不断加以改造，成了娜美爱不释手的武器。所以乌索普的皮并不次于3大主力，然而挨娜美揍的次数却远远少于他们。而且这俩非常胆小的人还经常被迫一起出去打野，一个 AD 一个法师辅助，全是脆皮，进了野区一旦被切了后排，就只能秉承着打不过撒腿就跑的原则。闺蜜当久了，连逃跑的样子都是同款，尤其是在恐怖3维船，这俩人外加一个乔巴，不是在逃跑就是在准备逃跑。最重要的是，闺蜜之间有些东西是会传染，不能登岛的病原本是乌索普独有的，结果后来娜美也得上了，反正就是各种借口不登岛，果然是好闺蜜，即便吓死也得死在一起。还有其他人呢，都是争论谁更强，而乌索普和娜美日常比弱也是没谁了。为了抢甘福尔给的救命哨子，一个说自己是弱弱他妈给弱弱开门，弱到家了，一个呢说自己是弱弱他妈给弱弱吃炮弹，弱爆了。旁边的罗宾都不禁吐槽，你们争论的内容还真挺特别呀。当然是好闺蜜就要保持统一战线，什么褒贬大作战，抓住分槽头一夸就上天，一骂就沮丧的特点。好闺蜜默契配合，一个喷她一个夸她。原来这就是一边被消极果实消极，一边被鼓舞果实鼓舞的效果。一旦路飞开始犯傻劲的时候，娜美和乌索普就会联合起来教训路飞，逮住路飞就是毫不留情的一顿痛扁。日常教训路飞也是好闺蜜维系亲密关系的重要纽带。好闺蜜要怂一起怂，要刚一起刚，在娜美和乌索普这里那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了。不过乌索普2年重聚时声称自己已经从胆小组毕业了，但是作为闺蜜的娜美还没毕业，闺蜜之间又会相互传染，所以这才刚刚离开香波地，这俩人一如既往的被罗宾3言2语就给差点吓尿。娜美这是又把乌索普给重新拉回胆小组了。之前看着乌索普脸有点脏，2年后的娜美还主动帮乌索普涂洗面奶，后面也是乌索普第一个认出旺达穿的就是娜美的衣服，还以为娜美出什么事儿了，让这个闺蜜很担心。总之这一对闺蜜组是又怂又可爱，也堪称是极品了。仅值100贝利的万能工具鹿乔巴，在草帽团里呢，身份和功能最多的船员乔巴乔老大当之无愧，大大小小涉及好几样，囊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一点都不带片面的。首先是船医，梦想是研制出能治白痴、能治路痴、能治色批、能治喜欢胖子等等啥都治的万能药。当然万能药这事儿还没谱，万能储备粮这是当得稳稳的。储备粮这事儿早在乔巴加入前就等于约定俗成了。山治和路飞这俩人，一个厨子一个吃货，乔巴落他俩手里没掉块肉，那算是乔巴跑得快。随后路飞向乔巴发出了真诚的战术邀请，秉承着100年修得同船渡，一锅鹿肉秒下肚的储备原则，从此路飞潜意识里没饭吃就吃乔巴的意识便根深蒂固了。不，有饭吃的时候乔巴也比较危险。在阿拉巴斯坦战后宴会上，路飞光盘一口吞，顺带把乔巴也吃进去了。有饭吃的时候都避之不及呢。后来又因为山治被抓去结婚，路飞饿到极限了，那储备粮也就派上用场了。乔巴显然是一朝被他咬，10年怕路飞，撒腿就跑。路飞那是抓起乔巴就是丧心病狂的一顿啃。不要以为在船上乔巴的天敌只有山治、路飞，还有喜欢钓鱼、鬼点子贼多的乌索普。乔巴当时还以为乌索普是有什么重任要交给他，没想到是当鱼饵，还是钓空岛鲨鱼。所以乔巴不光是储备粮，还是储备鱼饵。在这方面，乌索普和路飞可以说是惯犯，因为曾经他俩还用薇薇公主的卡鲁亚钓过鱼，然后就结识了小冯。除了储备粮和储备鱼饵，乔巴还是个行走的暖宝宝。因为物种的优越性，乔巴自带一件鹿皮大袄。不光是路飞、乌索普喜欢挨着乔巴取暖，索隆和娜美呢更是懂乔巴的暖，还会让乔巴把自己的皮给脱下来。
乔巴有时候不仅会忘了自己是医生，还会忘了自己的皮压根就不能脱。然而浑身是宝的乔巴，第一次50，第二次100，心态高低有些崩溃。顶上战争，路飞那招替罪羊，拿巴基挡鹰眼。曾经娜美被莫奈睡的时候，用了几乎相同的一招，堪称是乔巴替罪羊。当然，并没有路飞、巴基那么恩断义绝。最后，娜美还是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乔巴。还好索隆赶来救场，不过因此乔巴也被开发出了替罪羊功能。更何况乔巴平时还能当翻译，什么骆驼、云狼、功夫海牛，看这样子，别管什么物种，只要会嗷嗷叫两嗓子，能比划比划的，乔老大还都能给实时同步翻译出来。文可以，武也不差，把乔巴惹急了，那也是能把人家摁到地上一顿锤，可谓是能文能武，白菜价团宠。所以每当乔巴的赏金出来时，乔巴不仅怀疑人生，还要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多功能廉价工具人。最能 get 到路飞沙雕脑回路的女人罗宾。要说路飞有时候的奇葩脑回路，船上的其他人都无法秒懂，但这时候有个女人却往往能和他一拍即合，那就是罗宾。最集中的体现当然是那一次路飞忘了马尔科是谁，罗宾从背后默默飘过，扔下一句长得像菠萝的那个，路飞才恍然大悟，然后小马就人在家中坐，菠萝天上来，从此菠萝就是小马，小马就是菠萝。除了这个，罗宾还会跟着路飞一起叫其他人的外号，路飞叫罗特拉南，罗宾也跟着叫特拉南。路飞叫卡文迪许卷心菜，罗宾也叫他卷心菜。路飞给巴托洛米奥起了个鸡冠头的外号，罗宾就紧随其后叫他小鸡君。主要是路飞压根就记不住他们的全名，以符号代替了。罗宾呢，明明没这毛病，显然就是腹黑，纯属觉得好玩，所以感觉罗宾这波操作莫名的反差萌。而且路飞、罗宾这俩大脑洞通常可以相互作用。在罗第一次说到德雷斯罗萨的时候，路飞又是记不住名字，说成了德雷斯罗婆，然后罗宾就能联想到一个叫德雷斯罗的老太婆，还边说边成像。不得不说，罗宾这拍立得的属性体现的那是淋漓尽致。在冰火岛的时候，因为前方有条河嘛，大家想办法渡河。路飞刚说完自己和罗宾是能力者，不能下水，罗宾就联想到了索隆和乌索普傻不拉几的驮着自己和路飞渡河的画面。还有就是遇到熊的时候，熊说自己是肉球果实肉球人，哪知罗宾对肉球人精髓的理解就是猫脚下的那堆肉垫。想想其实也没差，就是突然感觉有路飞那味儿了。当然除了能给路飞想到一块去，罗宾酱还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沙雕方式。总的来说就是语出惊人和迷之审美。サメに全身を食いちぎられなきゃいいけど。总之，罗宾不只是有啥说啥，还要加上自己奇奇怪怪的联想。关于这点，如果罗宾去当医生，恐怕是光是给病号写个诊断证明，就能把人吓个半死。最后再解释说，啊啦，这只是一个小感冒。至于迷之审美，当时就看十郎画出来的那条似龙非虫的物种来看，着实是把罗宾给萌到了。罗宾是一路呆萌的喊着卡哇伊上去的，不过现在看来，莫名其妙也觉得这条龙有点可爱。还有乌索普给罗宾发明的僵尸浇花器，灰不溜秋，造型非常迷惑，浇花时还会一阵乱叫。其他人显然是欣赏不来，罗宾反而非常喜欢，爱不释手，经常拿它来浇花。反正这种奇奇怪怪、令人迷惑，但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的奇特玩意儿，是最符合罗宾的审美了。虽然罗宾平时温文尔雅、温柔大姐姐的属性，但是一旦开始沙雕起来，那也是拦也拦不住的。各种外挂小技能傍身的布鲁克，要说草帽团里谁能隔三差五就能干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胖子王布鲁克必定要有一席之地。别看布鲁克90岁高龄了，一把老骨头还能跟路飞他们一起沙雕，他就属于那种昨天能被一坨史莱姆吓得坐地上站都站不起来，明天就敢单挑四皇大妈，顺带还秒一群象棋兵的人。反正从布鲁克身上出现什么骚操作都不足为奇。而且作为黄泉果实能力者，布鲁克可以在水面上健步如飞，是因为一把骨头身轻如燕，轻功水上漂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个小技能不仅溜之大吉的时候可以用，主要是装逼。看吧，大海都要给他一个面子，毕竟路飞如果掉海里，还得是麻烦索隆、山治、慎平、捞尸大队上场。当时布鲁克展示这个小技能的时候，路飞这伙人着实都看懵逼了。要说最实用的小技能，当属是灵魂出窍了。这一招刺探情报，那是屡试不爽。就这么悄咪咪的穿墙而入，运气好了还能撞见历史正文。就布鲁克胖次王的属性，估计平时是没少用这玩意儿一睹为快。虽然不如隐身果实和战斗服到位，但好在隐蔽性也不错。除了刺探情报，还能用这东西吓唬人。在和之国，就是稳稳抓住了这里的人封建迷信根深蒂固的特性。人堆里无脑一顿窜，那是吓得人家嗷嗷乱叫，撒腿就跑，不用打架，不用见血，反正就是使劲搅和，成功保护了罗宾，事半功倍。除了这种瘆得慌的骚操作，还有一声不吭的就突然把头给掰开，
其实是个随身空间。不过其他人呢，也多多少少有自己的随身空间，比如路飞的百宝当和娜美的百宝奶。像布鲁克这种直接掀头盖骨的，对没死过的人来说，多多少少有点原地去世的感觉。吓得第一次看到的兔子和慎平，属实是傻了。当然，让他们傻的不光是头盖骨，是布鲁克从里面拿出了大妈的历史正文拓本，也就是复印件。当时布鲁克去宝物间撬大妈的历史正文，没多久就被赶来的大妈堵里面了。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个小技能可以让布鲁克把复印件藏了进去，而且还大大方方的把四皇大妈给睡了，并且这一撬就是撬到了3个，着实让在场的人服服气气的。还有喝牛奶、补身子、补牙齿、补骨头的操作。我没有耳朵，我没有眼睛，我没有鼻子，我没有嘴巴，我没有肉的骷髅冷笑话，可以活跃气氛。所以别看布鲁克就一副寒酸的骨头架子，那全身上下全都是让人迷惑且实用的小技能啊！没上船之前就已经混得风生水起的蓝胖慎平，从最开始路飞那张愚人简笔画开始，对愚人有了形象而又沙雕的认知开始，中途磕磕绊绊，恩恩怨怨，到此前蓝胖慎平正式成为草帽团舵手。慎平表示，这下总能带我玩了吧？虽然慎平属于中后期才加入，但是和草帽团主要是和路飞的羁绊是非常深厚的。而且慎平老大这会儿加入，这是等于带了个满级号入团的。成名早，资历深，要实力有实力，要地位有地位，要团队还有团队。毕竟慎平从小就是愚人街的孤儿，愚人街那无法无天的地方，想要混出点名堂，那都得是一拳一拳打出来。就这样成为泰格前辈之下的愚人街2号人物。泰格离开愚人岛，开启了自己的冒险之后，慎平自然而然的成了愚人街扛把子。但是这小破地方早就被慎平刷通关好几次了，别人呢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慎平是既要做鸡头也要当凤首，年仅30岁就已经是龙宫王国尼普顿国王军的小老大了。所以如今看到挂着4亿多赏金入团后直升4大战力之一的慎平，大家热烈欢迎，团队地位稳稳当当。毕竟10几年前人家就是混的黑白2道通吃，手下不仅有太阳海贼团，遇到什么事儿一个电话就摇人或者摇鱼，一群讲义气的兄弟和金沙小弟来帮场子。年纪轻轻的慎平成为军队精英后，本可以天天蹲办公室里喝喝茶睡睡觉，但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嘛，慎平的侠义之气是一天不做几个扶老太太过马路这种事儿就浑身难受。于是为了保护偷了天龙人家的泰格，与昔日伙伴组成太阳海贼团。一开始慎平和阿龙一样都属于激进派，遇到海军那都是往死里干。但是因为科尔拉事件，慎平才从一个激进的种族主义者逐渐走向理智和成熟。因为童年时期的二嫂科尔拉是泰格从天龙人手中解救出来的奴隶，虽然鱼人和人类是世仇，但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实在让他们痛恨不起来。除了黑化癌晚期的阿龙，其他人反而还很喜欢科尔拉。一群鱼人里出现了一个人类，看似和谐的融合，最后却得到了更深的仇恨。在泰格将科尔拉送回故乡的时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村民的骚操作给坑惨了。只身登岛的泰格被海军围攻，虽然慎平及时赶到救走了泰格，但是因为受伤太重，在临终前告诫慎平，尽管这些人无耻到硬核，但用仇恨解决仇恨，换来的只能是仇恨。种族和睦才是保全渔人岛的100年大计。泰格死后，慎平接替了泰格，也是从这开始，慎平开始了蜕变。一是泰格的死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与人类共存的方式，二是因为科尔拉，慎平从人类身上看到了善良的一面。在接受了世界政府发出的西乌海邀请后，慎平从激进的愤青变成了有头脑有担当的慎平老大，然后把被老黄一下给干进推进城的阿龙捞了出来。只不过阿龙一根筋啊，还不服不忿的，与慎平决裂后带着一帮小弟去了东海。之后也就是因为阿龙把娜美好好一姑娘霍霍的自残，当然之后慎平也跟娜美道了歉，娜美也很大度，微微一笑，要不是看你能卖个好价钱，早就把你和陆索香一样痛扁一顿了。只不过慎平在稳坐船长之位后，渔人岛恰好处于内忧外患时期，一方面是以霍迪屌丝为首的极端分子开始造谣生事，暗杀乙姬王妃，嫁祸人类，拉仇恨；二是渔人岛是进入新世界的第一站，再加上渔人本身就值钱，无数海贼干起了鱼贩子，无法无天的白嫖。还好白胡子海贼团以碾压的实力清除了这些蛀虫，把渔人岛划入了自己的势力，暂时解决了外患。所以慎平一直对白胡子心存感激，不过碍于是西乌海的身份，平时也只能偷偷摸摸的跑到白胡子船上蹑手蹑脚的串个门喝2杯。曾因为艾斯出道没多久的时候挑战白胡子，慎平因此与艾斯激战5天5夜不分胜负，不知道两人是虚脱了还是尿憋不住了，最后双双倒地。纵观慎平上船之前的经历，渔人岛扛把子太阳海贼团老大和白团的人都很熟，挂名七武海，所以这次加入不得不说是带资进组，嫁妆丰厚，实力大增，其乐融融。这也就是巴基能干出来的事儿。巴基一个10几岁就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年纪轻轻错意之人，
亿万富翁直接打了水漂，一个满脸不屑果断拒绝了未来四皇邀请的人，一个开局没多久就被路飞打飞的人。那会儿的巴基甚至连街溜子都算不上，因为不仅没有华子，连身子都没有。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身首异处都能活蹦乱跳的极品，总能在一个绝境中跳到另一个更绝的绝境中，然后在绝境中逆向崛起，挂着1500万寒酸的赏金，那是到处寻找大宝藏。仅凭锄头棒槌，哥几个一路高歌猛进，本想着荣华富贵暂且不论，摸金校尉还不上手就来，然后就稀里糊涂直接干到了人家海军的地下秘密基地。卡普的副官在这儿都看懵逼了。要说威胁程度，巴基这波操作至少值几个亿才对，属实是从一个绝境跳到了更绝的绝境，蹲进了推进城。但是对付巴基这种不上海楼石，就算是把他放到能困死四皇的监狱里，那也是屁用没有。这刚进去还没多久呢，4分5裂果实能力傍身，只要有一丢丢的缝，越个狱那还不跟玩一样。后面又趁着推进城里一片混乱，和三哥一起免费开锁放人，巴基还被这堆人追捧为救世主。在推进城大撤退的时候，巴基跳到木板上，跟着老沙、慎平去抢军舰，小弟们就惊呼呀，巴基大神居然可以和2位前任七武海平起平坐。这才几杯茶的功夫，未来大老板巴基通过几波骚操作，在别人眼里就从街溜子的地位上升到了七武海。其实巴基是觉得跟着七武海要比被麦哲伦堵在门口更安全，甚至一度以为找个机会就可以溜了溜了。这是没想到呀，跟着七武海去干海军更危险，被慎平一个海流过肩摔给甩军舰上去了，脑袋朝下摔得够呛。然后果不其然，从推进城这个绝境又到了更绝的绝境顶上战争，这回不是跟七武海平起平坐了，是跟四皇平分秋色了。老沙怼四皇刚元帅属实秀，巴基秉承着君子动口不动手，从四皇白胡子到四皇香克斯，那是骂完这个怼那个，最后与白胡子达成联手，与红发称兄道弟。整个战场上3言2语就能跟四皇攀上关系的，只言片语就能把元帅战国气炸了的，千刀万剐也对着鹰眼照喷不误的，当属巴基吃得最开。在战国眼皮子底下开直播，拿口红涂鼻子，也就巴基能干得出来。顶上战争一系列骚里骚气的操作后，当初跟七武海平起平坐的笑谈变成了现实。1500万赏金的王下七武海巴基，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靠刀山火海上骑独轮车玩命当上的，可谓是含金量极高。虽然现在七武海制度废除了，不过别忘了巴基还有自己的大公司，快递、物流、雇佣兵服务一应俱全。当年创业未半而中道预算打了水漂的小伙，如今已经可以称得上一声巴基老板了。海贼王这事儿没什么谱了，但是地下世界的新 Joker 那还能观望观望。那些年路飞给别人起过的外号7步成诗转身迷路的索隆和奇葩外号张口就来的路飞，俩人有个共同点，擅长起名字。索隆是给自己的招式起炫酷名字，而路飞是给别人起沙雕外号。在第2次遇到巴基的时候，鸡哥表示最起码也是路飞开局遇到的街溜 boss， 让路飞体验过牢狱之灾，让索隆尝过背后捅刀子的滋味。没想到路飞上来就喊了巴基一声马粪，直接就把巴基给喊懵逼了。巴基在汉字的角度上来说，正着读反着读从来没怕过谁。论英语 BUGGY buggy， 那可是唯一一个名字里带 bug 的人，结果被路飞叫成了一坨屎。巴基的心态原地崩溃。同样因为发音相似被路飞抓住把柄的还有卷心菜卡文迪许，因为前半部分发音相似，路飞通常只记别人前半部分的名字，后面就胡拼八凑，拼出来什么是什么。马粪卷心菜的概不负责。除了这些，路飞还要根据特征起外号，经常叫巴基大鼻子或者红鼻子，红鼻子白胡子，红发也得给面子。带颜色的绰号听起来很是排面，但巴基最讨厌别人调侃他的鼻子。然后2个人就各自亮出祖安身份，开始互喷。在渔人岛的时候呢，路飞先是非法入室，非法蹦床，吓得本来就胆小的白星公主嗷嗷一顿哭，弄得路飞也是没辙。这么大一只人鱼公主，天天以泪洗面，路飞干脆直接就叫白星胆小星，这个外号形象且可爱。在路飞第1次遇到布雷的时候，因为当时布雷是坐在巴姆大王的树干上，再加上僵尸同款肤色和身材，路飞还以为是一根树枝在上面，所以就叫布雷树枝。刚开始的时候还没事儿，这越叫越来劲，着实是把布雷给叫崩溃了。你说你叫布雷，他就叫你树枝；你说你叫布雷，他就叫你树枝。这左晃右晃的，最后把布雷自己给晃进去了。还有刚见面没多久的奎因，路飞一高兴叫了他一声气球，可能路飞看到奎因就想到了自己开橡胶气球的样子了。奎因属实也懵逼，老子可是3灾呀，遇到你这极品我也是认栽了。因为在顶上战争，路飞见过明哥一次嘛，虽然没有什么交集，但明哥那粉红大袄子给了路飞深刻印象，而且还能在天上飞来飞去，跟老沙玩捉迷藏，所以路飞后来给明哥起了鸟男这么个极其贴合的外号。最后也确实，明哥的象征动物是火烈鸟，一点没毛病。
除了特征，还有就是根据人家身上最显眼的东西起外号。第一次见到陆琪的时候，鸽子哈德利一直替陆琪说话。像路飞这种脸盲加不记名的，遇到会说话的鸽子，对路飞来说比换来了3亿倍利还高兴，可能压根儿就是陆琪的腹语。后来干脆直接就叫陆琪养鸽子的。当然还有根据别人发型来起外号的。银狐福克西因为留了一个怪异的冲天中分，因此被路飞叫做分槽头或者屁股头。所以只要福克西戴上假发遮住发型，即使是显而易见的女装大佬，路飞就完全认不出来了。还问了一句：“你是分槽头的妹妹吗？”根据巴托的发型，路飞给巴托起了一个机关头的外号。反正不管叫巴托洛米奥什么外号，这个小迷弟都会激动到心脏砰砰跳。哦，巴托还有个外号叫洛米男，一是因为路飞通常记不住太长的名字，二是洛米男和洛米奥也是个谐音，路飞简直就是谐音梗大师呀。当然除了巴托的名字长，当时路飞第一次想叫罗的全名，也是因为名字太长，所以特拉仔特拉男这个外号也一直成了罗的专属。最绝的当属是小马哥的菠萝头，这个应该是腹黑的罗宾和脑回路奇特的路飞极度默契的成果。当时路飞苦思冥想也想不到马尔科是谁，只有罗宾在背后默默地说了一句长得像菠萝的那个，然后路飞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菠萝小哥马尔科横空出世。海贼王里的5大迷惑定律，这第一呢就是墨镜定律，因为在海贼王里喜欢戴墨镜的下场都比较惨，比如青雉至少从20年前就开始有戴墨镜的习惯，比如明哥从小就戴墨镜一直戴到大，让人感觉明哥眼镜才是本体。泽法在海军的时候不怎么戴墨镜，但是自立门户后开始戴。还有维尔哥和明哥一样从小戴到大，结果下场那是一个比一个惨。青雉元帅没当成，还断了条腿，留了一身疤，这还算好的。明哥直接就连接4档，眼镜连人一起废，现在蹲进去了，劳改 RNG， 就这都算好的。泽法是被好学生老黄给打成马蜂窝了，这也算好的，因为死的有尊严。最惨的是维尔哥，被罗大卸16块粘在栏杆上，最后爆炸也没出得来，大概率是挂了。如果真挂了，那可谓是死无全尸。还有豆豆眼戴墨镜的波克穆斯，最后掩护草帽一伙撤离，阻挡敌军被围困。波克穆斯没死，但也肯定伤得不轻。所以墨镜定律衍生出来的第2定律就是，谁墨镜戴得越长，下场越惨。明哥的眼镜还换过，维尔哥从小到大连款式都没换过。哦，了然。你看隔壁机智的黄老爷子戴的太阳镜，活得好好的。第2是全身武装色必贵定律，一个皮卡，一个维尔哥，这俩是一个比一个硬。皮卡不光是全武，还有实时果实能力。维尔哥锤的斯摩格有点怀疑人生，结果皮卡和维尔哥这2个人连惨败的方式都差不多，都是被玩刀的开膛破肚大卸 N 块。索隆和罗一起堪称全身武装的克星了。第3就是非常有名的铁块定律，遇事不决用铁块，这玩意儿谁用谁积极，而且钱都不敢说是万能的，但在这些人眼里，他铁块就是100%万能的，见谁都用铁块。在遇到路飞他们的时候，第一次交手不知根知底，瞎用铁块就算了，在黑腕泽法面前用铁块，这是怎么想的？所以铁块有多铁咱不知道，但是这头啊必须得铁。第4，山治的点烟定律，艾尼路给山治点过烟，跑月球上去了；艾斯给山治点过烟，战死；佩德罗给山治点过烟，战死。给山治点过烟的人2死1退游。萨博表示，弟弟船上有这么个魔咒生成器，现在他很是慌的一批。第5，恩爱夫妻定律，都说海贼无爱情，并不是无爱情，是因为恩爱夫妻还越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往往下场越不好。比如居鲁士和斯卡雷特，斯卡雷特被枪杀，居鲁士断腿；塞尼奥尔和露西安，露西安植物人；罗杰和陆九更不用说了。反而双方都是海贼身份的情侣组合还普遍好很多，像贝基和气风，老蔡和 Baby Five。所以以上这些魔咒定律的中奖者，那是非死即伤。下次再有符合标准的人出现，那就得多多留意了。只要不喊招式名，就以为他们一直在评 A。在放技能的时候，炫酷动作特效拉满，再加上一句听起来极其悦耳霸气的招式名，比如路飞的狗摸狗摸挠，索隆的洗洗睡睡。不过还有这么一帮实力顶尖，一直都不喊招式名的人，甚至可能就是懒得想，所以一直感觉他们在评 A。比如鹰眼，从东海登场，一刀把船砍成2半，到顶上战争上来就怼白胡子，之后又是一刀把冰山拦腰斩断。鹰眼惜字如金，一直秉承着说话不打架，打架不说话的习惯。2年后，徒弟索隆都学到了师傅鹰眼的精髓，遇事不慌先砍船，而鹰眼却没有从索隆身上耳濡目染到7步成首诗，转身不认路的特质。而且这些不喊招式名的人，能极其娴熟的把大招的伤害用平 A 的手法打出去，极具迷惑性。像战国那看起来相当有视觉冲击力的果实能力，怎么着也得有个像什么大威天龙、大罗法罩、世尊地藏、般若诸佛之类的大招吧。
哎，没有，一屁股坐下来，抬手一掌，二话不说，平 A 加 AOE，附赠暴击和穿甲效果，把黑胡子全团那是给干的群吐血。黑胡子也懵逼了，这一掌是他妈平 A， 而且刚才打王路飞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呀。当然，同样懵逼的还有小马，被卡普突然的一记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拳给打到怀疑人生，小马只能无助的看着卡普。你要提前喊个招式名，我也不至于横冲直撞进去了。别看卡普正经打架的时候不喊招式名，不过还真有2招是有名有姓的，一招叫全骨陨石，就是人肉炮弹发射器，撵路飞的时候使用过。还有一招大名鼎鼎的爱之铁拳，专属适用人群艾斯、路飞、萨博。可能还有一招叫爱之拖鞋拍。白胡子每一次看起来都是平 A， 但是每一次属实都是大招级别的伤害，只要不喊招式名，清兵的那下是普攻，差点把马林凡多夷为平地的那下也是普攻。黑胡子面对白胡子自信心爆棚，吸了白胡子几次伤害就觉得天下无敌了，最后被白胡子一记真平 A 给砍翻在地。事实证明，皮肤和特效只能证明是氪金玩家，输赢还得看微操。除了这些，还有海贼王的右腕兼职镀魔工人的雷利，老黄的天丛云剑都拔出来了，雷利不玩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主要讲究一个实用。哦，要说目前不用吼也不平 A， 但最低调奢华有牌面，杀伤还很大的招式名，那一定是红发的。海贼王最佳秀儿颁奖典礼，此次入围的秀儿有乌索普、杰克、巴基、黄猿。是谁有资格和海贼王罗杰、冥王雷利等传奇人物同乘异兽船？是谁可以和四皇白胡子口吐芬芳，和四皇香克斯称兄道弟？是谁被本部钦点为七武海，更是被海米称之为海贼王的第2人选？是谁擒贼先擒王，差点把老战国气出心脏病，兵不血刃将战国气出满头白发，谈笑间重创本部战力？这是一位和各路大神都有交情的大神，下面有请巴基大神发表获奖感言。一个身体和名字都可以随意组合，但没有违和感的大神。顶上战争开直播，巴基大神我大哥。开启第一波大航海时代的人，那是大名鼎鼎的海贼王罗杰，而巴基的骚操作将白胡子最后的遗言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开启了第2波大航海时代。最强霸王色运气，推进城里能关注各路枭雄的铜墙铁壁，却关不住我巴基大神。直播王我当5星好市民 CP9 的逃亡日记。司法岛一战，西啤酒全员被草帽一伙团灭，堪称是败的最奇葩的一伙人。倒立值高的这几个老哥呢，大多败于铁块。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真理未必是真理，铁块也未必真的就是铁块。战后的司法岛被屠魔令强拆，不给拆迁款的那种，可见是一片废墟。要说布鲁诺这果实能力，如果去盗银行保险库，一天搬光几10家完全没有问题。此刻他将奄奄一息的陆琪救了出来，而西啤酒的其他人也都聚集在此。不过只有陆琪倒立最高，铁块最硬，但受伤最重。低空盘旋的鸽子哈德利已经急哭了。不过最狼狈的还是卡利法，之前被娜美打败后，又被急切想要找到钥匙的娜美残忍地撕破了衣服，现在只能裹着一块破布。不得不说，女人对女人下手就是狠。不过他们的处境并不好，斯潘达姆经过 0.05 秒的深思熟虑后，果断甩锅卖队友，还在那给的笑。而世界政府的人呢，正在搜寻他们的下落。这下5星好市民没跑了。随后大伙决定先跑路吧。平时看起来最吊儿郎当的加布拉，不仅把自己的上衣给卡利法穿，还背着一向跟自己不合的卡库。他们来到一座叫春之女王镇的地方，但是苦于窘迫的处境，并没有医药费救治重伤的陆琪。本以为以西啤酒的行事作风和实力，吃霸王餐那还不易如反掌，但是他们并没有。西啤酒秒变杂耍团，可以说各显其能。为曲在表演舞台剧，布鲁诺用门果实能力和加布拉配合，玩起了狼钻火圈。加布拉可是够卖力的，背上的毛都撩着了。猫头鹰和卡库直接就办了个小型动物园加游乐场。当时索隆还吐槽卡库，你可以去动物园谋生，没想到开光嘴这么快就应验了。不过看这架势，大伙的收益情况还都不错的。卡利法更是利用果实能力给小镇来了次大清洁，简直是用到了精髓。很快陆琪的医药费赚够了，医生们开始为陆琪治疗，当然还有很多富余的钱，大家开始疯狂购物。卡利法换了身很 fashion 的打扮，还叼了根烟，看起来更御姐了。其他人在咖啡店悠闲地喝着咖啡，加布拉点了杯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饮料，卡库似乎在嘲笑他不知道该如何下嘴。终于陆琪醒了，鸽子哈德利非常高兴，看起来应该已无大碍。陆琪出院的时候还跟医生表达谢意，大家都穿着休闲的衣服，看上去这些天玩得很 happy。果然大家在这里玩嗨了，卡利法没控制住手上的力道，把人家保龄球洞给甩炸了。正当大家玩得高兴，一阵骚乱传来，警惕的布鲁诺有所察觉，原来在港口有个唐国海贼团入侵，看样子抢了很多财宝，而且还欺男霸女。不过这位老哥自认倒霉吧，你早不来抢晚不来抢，偏偏这时候来。陆琪直接一脚就把这废物船长给秒了，接下来就是毫无悬念的一场混战，活生生把这变成了一场表演。不过陆琪做事一向比较极端，一脚把这船长给碾死了。
差点把周围的人给吓尿。一是闹出这么大动静，世界政府必定察觉；二是他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所以西啤酒选择是时候离开这里了。临走前，一个小女孩送来了一朵花，卡利法看似镇定地接过这束花，不过其他人却掩饰不住内心的错愕和紧张。一伙人开着糖果海贼团的船离开了小镇，最后来到了从小生活过的故乡。这里的原型是浙江温州瓯江江心的一座孤岛。看起来回到故乡的大伙都很开心，他们还发现了新一代 CP 正在接受训练。在这里呢，贝里古德上校为首的海军已经追到这里来了。这个乍一看还以为是战国儿子的海军，是豆豆果实能力者，可以将自己分裂成很多个球。满血复活的陆奇等人纷纷变身，阻挡来自己故乡造次的海军。此时被罗宾揍成木乃伊的斯潘达姆已经没有人样了。突然他接到一个电话，然后目瞪口呆，是陆奇打来的。属实是把斯潘达姆这个心虚的二五仔吓得够呛。陆奇跟斯潘达姆说，我一定会回去的。其他人也是毫不费力的解决了来犯的海军。贝里古德被拆成了一堆球，让人肆意摆布。随后陆奇一伙又换了艘海军的船离开了故乡，他们还把那个小女孩送的花插在了故乡的土地上。后来陆奇、卡库和斯潘达姆出现在了 CP0 的组织里，而其他人暂时下落不明，可能隐居各地伺机而动，也可能偏安一隅，真的做了个5星好市民。海贼王里的那些大孝子，说起海贼王里的大孝子们，一马当先的那必定是斯库亚德和黑胡子。斯库亚德在战国的传销策略下和赤犬的传销口才的洗脑下，成功被策反，来了一招轰动马林凡多的孝子剑。这会儿呢，巴基刚开始直播还没多久，斯库亚德的这波让白胡子笑口常开的骚操作，直接就把网红巴基的热搜给顶下去了。虽然后面斯库亚德迷途知返，不过来来回回属实是把白胡子笑得不轻。最搞笑的堪称是黑胡子的孝子枪，没挨揍的时候贼哈贼哈的跟白胡子你拍一我拍一的比划比划，从云切挨到他身上的时候，那就开始吓得嗷嗷叫爹了。一是白胡子身体不行了，二是黑胡子就是本着咱看谁能笑到最后的信念，咣一下给白胡子来了一枪。黑胡子就是单挑打不过就出老千儿，老千儿阴不过就团战，团战打不过就先开溜，堪称史上最合格的孝子。除了孝子剑、孝子枪，还有路飞的孝孙拳。要说卡普也是懵逼了，儿子革命军，孙子大海贼。此刻卡普面前正是一个孝孙，气势汹汹的来救另一个孝孙。路飞一记孝孙拳，不仅是打翻了自己的爷爷，还干翻了海军英雄。战国在那儿属实都看傻了。同样还有老蔡的孝孙腿，当一个像老蔡这样的单纯爷们儿遇到一个像 Baby Five 这样的单纯姑娘，是时候展示爱的力量了。这时候爷爷青椒来棒打鸳鸯，老蔡能同意吗？然后老蔡就一脚干歪了青椒刚复原没多久的尖锥脑袋。看来这就是应验了那一句话，你把老子的头都笑歪了。除了这些孝子孝孙，还有孝女大河。大河的孝女棒可谓是把孝提升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作为四皇凯多的女儿，明知玉田把凯多砍出来了长达20年的心理阴影，大河在读完玉田的航海日之后，这比进了传销窝还猛，不仅是把玉田当作终身爱豆，还梦想成为玉田，因此连性别都不在乎了。当然凯多与大河这对父女嘛，也是实实在在的父慈女孝。就因为这件事，大河就没少挨了揍。凯多还给大河装上了爆炸手铐，并把他关起来。本以为毕竟是凯多女儿嘛，爆炸手环估计也就是吓吓大河。没想到当路飞帮大河拆掉手环的时候，手环真的就炸了，气得大河直接骂凯多是牛头大猩猩，原地解除了父女关系，联手路飞一起对抗四皇联盟。在面对凯多被袭击的时候，大河直接就甩了一句，我已经不是你们这边的了。看来大河不光是想笑到最后，还想笑死凯多呀。遥想当年路飞收纳美罗宾，那都是击败敌人后才真正抱得美人归的，这直接上手白嫖了一个四皇女儿。路飞的境界是越来越高了。纵观这届海贼孝子，别管是最强男人还是最强生物，亦或是海军英雄和海贼首领，身边总有几个大孝子。用战国的话说就是这爹不好当吧。那些赏金和实力远远不成正比的人，虽然加入七武海赏金就会停滞，但是有一个人最憋屈，不当大哥2-3年，最新赏金却还没有公布，那就是老沙，拿着8100万的赏金，在顶上战争干着怼大将刚四皇秀元帅的骚操作。8100万在通货贬值的新世界连当超新星的资格都没有，但就这一把沙子干赤犬的操作起码值5亿。杰克和斯穆吉，一个挨揍王，一个划水王，一个10亿赏金9亿的牙，一个9亿赏金8亿的腿，跟一脚踢翻大妈船的 King 比起来，杰克明明同样是去劫船，结果搞得自己的船像被人劫了一样，还差点被截肢。乔巴和裴波大概是最惨的2个海贼，拿着几百倍利打着几十亿的仗，2人赏金加起来足足可以买到6份报纸。三贼王西格手拿9瓶砸四皇，脚踩未来海贼王，干掉56个四皇的他仅值800万倍利，40亿的红发见了他都要蹲地上乖乖捡酒瓶子，哈哈。高冷男神终结者路飞，海贼王里有这么一个人，他不仅生产沙雕，同样也是沙雕性格的搬运工。不管来的人是自闭高冷还是不苟言笑，不管是道上老大还是精神小伙，人传人现象解放天性这一块还得是陆老师来。
一律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索隆、山治这俩人一开始，一个一言不合拔刀就砍的性格，一个浪费食物就一顿暴踢的性格。索隆在海军要塞里被绑了好几天，宁死不屈，让他解放天性和让他找到回村的路一样难。不曾想把他救出来后，还没跟路飞几天呢，就开始逐渐沙雕化，和路飞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路飞从哪个鼻孔里挖出来多大的鼻屎投到哪个杯子里去，索隆那不用看都知道。从此索隆也就跟鼻屎结下了不解之缘。山治和索隆在一起呢，就经常干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极度沙雕的事儿，比如把路飞当炮弹发射器用。这俩人之前的高冷气质呢，只要在路飞面前瞬间分崩离析。看来这两人是被同化的很成功了。当然路飞还不会把人变成纯沙雕，这些人遇到正事的时候依旧高傲冷淡，但路飞一旦开始沙雕，那其他人基本帅不过3秒，眼神中就会莫名其妙衍生出来一丝沙雕气息。慎平老大够高冷吧，从小在愚人街摸爬滚打出来的大哥，在推进城第一次和路飞见面，然后两人无言对视良久。此刻沙雕之气正在两人眼神间传输，好强的沙雕色霸气。顶上战争结束，和路飞一起吃饭，慎平忙活了大半天，刚想吃个小土豆，女帝从背后直接把慎平给吼住了，吓得堂堂一前妻乌海差点被一土豆原地噎死。比较神奇的是，路飞并非主观的让人变沙雕，而是跟他玩久了就潜移默化的水到渠成了。路飞把人家白雪公主带出来遛弯，慎平反射弧还有点长，反应过来后着实是把慎平给看傻了。堂堂一名声在外的大哥即兴来了段演艺表演，然后和路飞索隆这俩人在一起呢，那更是没脾气了。路飞和索隆这俩人呢，一个睡饱了吃，一个吃饱了睡。一直正儿八经的慎平不仅是心态有些微微崩溃，还被这些人带得快上道了。更绝的是布鲁克头盖骨储藏库打开的那一瞬间，慎平看到的那一刻不禁在想，我身边这他妈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像罗这种从小到大都在失去中度过的苦孩子，突然有一天头顶上多了只乔巴，谁受得了？看着乱飞的鼻屎，罗不禁怀疑自己结盟的不是草帽海贼团，而是吵闹海贼团。不好意思，走错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吗？不过罗居然就这么稀里糊涂接受了这份沙雕，到后面被卡文迪许深情的公主抱过，被索隆抓到怀里蹂躏过，罗表示行，我习惯了，只要不喂我吃面包片我认了。像基德这种不甘人后的人，那更好带偏了，跟他比谁头发红他要争第一，跟他比搬砖他要争第一，跟他比吃饭他要争第一，跟他比谁更沙雕他还会争第一，就这么积极进取，来者不拒。到最后前3项不好说，最后一项反正是稳了。所以对于把人带偏这件事，路飞表示世上无高冷，只要肯上船。黄原轻质的那些迷惑行为，老黄一上来就冲白胡子甩大招，和小马打得有来有往，态度积极，完全没有问题。一旁的轻质暗暗吐槽，不是说演吗？怎么还动真格的了？看来影帝也不过如此呢。这时老黄对着小马悄悄说，小马使点劲儿啊。小马顺势而为，不曾想老黄正事没干，一个跟头翻回去，先把自家的墙砸了一个窟窿，然后装作没事人一样回来了。青雉暗暗赞叹，这演技一个字绝。青雉也不甘落后，召唤细拖小马，脚这么一垫，又把西边的墙砸了一个窟窿。那边的战国心态彻底崩了，你俩行啊，白胡子的船一艘没干，墙给老子干他不少，人家打仗费命，你俩打仗费墙，可谓是人肉阵阵果实。再这么打下去，本部基地就光剩一个储星台了。有一种友情叫小冯与路飞，在草帽团被拍飞的2年时间里，还难以称得上强大的路飞，没有了伙伴的帮助，却接连经历了推进城、顶上战争、重返海军本部、2年修炼等诸多大事。如果给这段经历定一个主题，那便是失去与成长。路飞在这段时间里失去了太多东西，但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转折点，同样也得到了女帝、慎平、老沙、雷利等人的帮助，结识了一群伙伴之外的伙伴。但是要说在这段时间里率先教会了路飞从绝望中成长的人，那必定是小冯。从阿拉巴斯坦相遇，小冯上来就真敞开心扉的自来熟，到遭到海军追捕，小冯冒充路飞掩护路飞一伙撤离后被缇娜抓捕，再到推进城与路飞重逢。从路飞脸上的路飞式笑容可以看得出来，路飞早就把小冯当成了好基友。都知道路飞不管到哪里，身边绝对不能缺一个像索隆这样的人，可以稀释路飞的莽，从而让路飞保持清醒，比如之后的慎平、佩德罗。而小冯和路飞重逢时，恰好是以模仿索隆出现的。当然小冯的作用和索隆、慎平还不一样，虽然小冯本质还是个逗逼，但在路飞与麦哲伦互怼时，小冯知道老麦的秘制小毒药那是碰谁谁心酸，于是只身挡在路飞打出来的拳头前，并告诫路飞千万不能碰麦哲伦的毒。由此路飞才意识到要改变打法。不过对于他俩人来说，麦哲伦实在是太强大了，小冯逗逼气质中带着不正经的理智，选择溜了溜了。当然小冯的开溜和乌索普的开溜一样，逃跑是为了更好的当绝境之王。实力不敌，小冯机智的用模仿果实，模仿娜美骗汉尼拔，模仿汉尼拔骗狱卒，步步为营，曲线救国的策略还真一步一步实现了。但是小冯的绝境之王当的成功是成功，就是有点费命。之后呢，拖着濒死的路飞，光着膀子在极寒地狱里找爱豆小1万，
鼻涕都冻成冰溜子的情况下与军狼搏斗，这两人的友情也在这里升华。路飞表示，兄弟啥也别说了，都在这霸王色里了，我干了你随意。能让路飞几乎是无意识的为其开霸王色，这什么待遇就不说了。可以看出来，路飞也是真的在乎小冯。小冯跪地求小伊万救路飞，以及后面为与毒素抗争的路飞喊加油。小冯那是为了把路飞从鬼门关里捞出来，差点把命给搭进去。在推进城里呢，路飞有了老沙、慎平、小伊万这些强大的伙伴，这些人在之后顶上战争中也救了路飞不止一次。但别忘了，是小冯拼了命把这些人从推进城送出去的。当时小伊万的大头起飞之术，配合慎平摇来的鲸鲨小弟，成功脱离了麦哲伦的魔爪。不过推进城之外呢，还有第一层正义之门，麦哲伦只要想把他们抓回来，依旧是瓮中捉鳖。小冯又当了次绝境之王，模仿麦哲伦打开了正义之门，随之关闭，阻隔追兵。所以小冯之前那次逃跑，并非是怕麦哲伦，而是一直在为路飞想一个脱身之策。路飞脱身了，小冯自己一个人留下了。这也让路飞从脱险后的狂欢到失落，再到重新认识了这个可爱的小冯，堪称是坐过山车。路飞当时可能真的以为小冯死了吧，不过也不用担心了，小冯并没有死，而是接替了小伊万之前的王位，在推进城5.5层活得很滋润。此刻应该正在接着奏乐，接着舞吧。不只是会戒网瘾的可爱多，凯多别称百兽可爱多，但是凯老大刚登场的时候，属实一点都不可爱。万米高空，脸不红心不跳，说跳咱就跳，自己毫发无伤，还把地表砸出来个天坑。歪打正着收了一批网瘾少年，对姬某人来说就是永远不知道明天和凯多哪个会先来，且行且珍惜。实力强悍的人初登场展示一下实力，一般都是甩俩技能，比如黄猿、青雉谁的。但是为了凸显凯多的强，上来就玩自杀，他这不光是特立独行，还是绝无仅有。而且别人值得炫耀的那是战绩，他最让人目瞪口呆的并非战绩，而是作死经历。比如单独一人向海军及四皇发起挑战时被捕18次，还受过1000次以上的严刑拷打，被判过足足几十次死刑。总的来说就是135侮辱跳楼，246残害刑具。星期天在鬼门关喝下午茶，不得不说凯多老哥活的那是相当透彻。之前凯多和大妈在鬼岛相遇，反正这种强者一向是见面之后一言不合就开干，然后谁也打不过谁，就开始推杯换盏。白胡子和罗杰就这样同群架打成宴会的。那会儿罗杰还顺带白嫖走了一个光月玉田。凯多和大妈这直接打完喝高兴了就结盟。虽然表面上这俩人只是洛克斯船上的老同学，但是这越看越觉得这俩人以前绝对有点事儿。虽然凯多看起来是个葫芦里的酒恨不得踩枪喝的酒蒙子，意识就没有多少清醒的时候，生气了还撒酒瓶子。但是凯多还不完全是那种无脑莽的人，甚至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还挺惜才，毕竟他有个民间绰号叫超新星收藏家。至今别管是投降的、卧底过去的，还是被一棍雷霆嘎巴抡过去的，算上基拉，折在凯多手里的就有当年6个超新星。记得路飞这种网瘾戒不干净的继续戒，像霍金斯、阿普、德雷克这种不仅好吃好喝伺候着，还成了百兽团的台柱。虽然最近德雷克露出了马脚，在奎因面前挨了顿揍，现在已经跟路飞他们暂时联手了，但是看得出来凯多对手下的人也没什么硬性指标，对于有实力的投靠者，那更是还摸不清来者何人呢，就能给个台柱当当。隔壁连明哥的小迷弟都没资格当的贝拉米都馋哭了。除此之外，凯多还有个漂亮女儿大河。不过目前来看呢，大河除了祖传的雷霆嘎巴，其他方面和老爹凯多并没有太多相同之处，甚至把自己老爹的死敌光月玉田看作自己的爱豆，并直接告诉凯多就想成为和玉田一样的男人，还以男人自称。就赤鞘九侠捅凯多的时候，凯多还不禁想到20年前玉田给自己的那一刀，这心理阴影啊一直在就算了，没想到自己的女儿还一直把玉田当偶像。凯多呢真是委屈的像个几百斤的可爱多。不过凯多还真就一直把大河当成儿子来看，在面对下属的时候也是如此称呼，所以当时大河露脸的时候着实把人看懵逼了。不过大河的志向除了要当玉田，还扬言要揍飞自己的老爹。好家伙，凯多这身边不光是有一帮反叛的人，还有个随时前来尽孝的女儿。但是戒网瘾中心的凯所长最起码用实力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道理，有时候天上掉下来的不一定是馅饼，也有可能是可爱多。分析顶上5位影帝的演技，黄老爷子全场白胡子的传异兽没干，自家的墙倒是拱塌了不少。2记闪光踢将路飞准确无误送到了白胡子和慎平的怀里。原本百发百中的激光，不是射钥匙就是射衣领，还经常断大。世界第一大战豪鹰眼全场摸鱼打太极，逮到人就要和别人比划2招，结果都是5-5开。其实心里话是快点来打我，输赢无所谓，主要是拖时间。然后死党红发来要面子了，鹰眼一看是自己的好朋友，撂挑子不打了。古有尿遁嘴遁，鹰眼发明了有遁，于是溜之大吉了。青雉的演技核心在于想办法做一个不在场证明，对位白胡
胡子被乔斯顶飞，对位路飞被小马哥一脚踢飞，动罗的潜艇动了一半就躲黄猿后面去了，就好像是可怜巴巴的跟老师说，作业我真的是昨天熬夜写完了，只是今天忘了带了。卡普和战国作为本部的尊严和最后一道防线，双双打了假拳。问题是卡普战国当年可是打败了金狮子的存在啊，本来罗杰那事儿就挺伤金狮子的尊严的，要是再让金狮子知道这个事儿，就算再断2条胳膊也得来跟卡普战国再掰扯掰扯。也就是路飞能干出来的事儿。作为船上的挨揍王，路飞不仅是被娜美日常捶得满头包，索隆和山治有时候还想活活剐了他。毕竟路飞那蠢萌的脑回路往往会秀出那令人难以预判的骚操作，因为路飞对钱这种东西嘛，完全没有什么攒钱存钱的概念，大概只知道有钱就可以花。在空岛上，草帽一伙得到了一些黄金，后来换了3亿贝利，瞬间成为暴发户。不过其中2亿上来就被弗兰奇小弟抢走了，还有1亿娜美放在了保险柜里。1亿就1亿吧，本以为可以买一些奢侈的家具，没想到司法岛结束，路飞直接就开启了作死模式，一晚上干光了剩下的1亿贝利，开了一场巨大的派对，请全城的人免费喝酒吃肉，免费 happy。对这件事呢，路飞不仅没有觉得做错了，还在那儿 gay 的笑。后知后觉的娜美那真是揍的路飞连卡普都认不出来。索隆山治蔫坏的，这会儿算账的时候，这俩老哥早就溜了。不仅如此，路飞事后还敢理所当然的向娜美要零花钱，气得娜美真的想把路飞原地掐死。要说路飞还有什么只有他能干出来的事儿，那绝对是将果实能力用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全新领域。一招真鞭腿直接甩得索隆山治腰间盘突出，敌人队友一网打尽，那可谓是效率极高的一条鞭服务。除此之外，一条鞭服务还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捞人。为什么只是捞人？因为通常情况下只捞不救，能不能活着着陆那就看造化。索隆山治这俩人，一个扛揍，一个血厚，就这还差点被路飞给玩死。索隆不止恩赐，扬言要原地砍死路飞这货。所以能做路飞伙伴的前提是实力强不强那是后话，身体扛不扛造才是立足根本。当然除了这些，还有直击灵魂的跳楼机体验。其实界网瘾中心的凯索长也经常这样玩，只不过像路飞这种带着一群人玩自由落体，摔不死也得吓尿的运动，可谓是绝无仅有。看着逐渐坠落的众人，索某人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窃喜，这次终于他妈不是老子了。还有也就是路飞能想到在乌索普收藏的卫贝里放屁，把山治给坑惨了，拿冲击贝轰开牢房，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山治先是拿了阴贝放出了一条由乌索普发出来的奇怪声音，被人当成大沙雕，这就算了，最后拿成了卫贝，开关一按芳香四溢，山治秒上头。原来路飞把自己的屁给冲进去了。不仅如此，想想这屁里甲烷浓度是得有多高，山治一句屁要炸了，这何止是炸了，连地上的井盖都给轰开了，牛批。总之千奇百怪的骚操作，也就当属是路飞这脑回路能干得出来。老沙出品必属精品，海贼王里有2个专业人才出品人，一个是蒙奇蒂卡普，跟他沾亲带故的这堆人，除了不做海军啥都做，从概率学上来讲不科学呀。卡普属实也是天塌地陷紫金锤般的懵逼，而且还都做得名扬四海，当属每个领域的佼佼者。还有一个人才出品人必然是老沙，虽然老沙很早就在阿拉巴斯坦躺下了，但是老沙和他的部下因此和路飞结下了莫名其妙的缘分，总在危难时刻帮助路飞。如果没有老沙这帮人，路飞可能连推进城都出不来。首先就是小冯，作为巴洛克社老沙手下的高级干部，在草帽团离开阿拉巴斯坦的时候，被路飞等人的伙伴宣言所感动。毕竟小冯也是重情重义之人，利用果实能力山寨了路飞，自己去当了诱饵，被海军抓捕。本来呢没过多久又逃出来了，不过参与了巴洛克社营救沙老板的行动后又蹲进去了。接下来路飞到了推进城，小冯模仿沙雕版索隆，给了路飞一个 surprise， 可谓是为路飞忙前忙后。拖着中了老麦秘制小毒药的路飞找到了爱豆小伊万，治愈荷尔蒙生死看个人。小冯和小伊万这些人就在门口喊加油，最终给了路飞重生的希望。最关键的是，小冯本来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溜了，但是为了大局观，小冯山寨了麦哲伦留了下来，为路飞等人打开了第一层正义之门。可以说没有小冯，路飞别说去救艾斯，极寒地狱里面自己就先挂了。然后就是 Mr. One 一哥，深海大监狱撤退的时候，跟着老沙慎平去外面抢军舰啊，常规操作。众所周知，在海贼王里急需一艘船怎么办？那肯定是抢军舰啊，省时省力省贝利。在顶上战争，这鹰眼唯独看路飞不顺眼，提着大刀追着就砍。一哥也是帮路飞扛了一刀，挨了一刀。开锁王三哥，如果海军重新抓捕越狱犯，三哥被抓回去，那绝对够死100次了。跟巴基这俩神人在推进城里免费给人开锁，恨不得一根蜡烛能撬开整个推进城。三哥特殊的防御能力为路飞等人越狱拖延了宝贵时间。后来在路飞救出艾斯之际，老黄那一招，你说他瞄边，他确实打中东西了，你说他没瞄边，怎么看怎么不对劲的狱，一下把钥匙给干断了。然后三哥千钧一发之际做出了蜡烛钥匙，危难关头让艾斯挣脱了海楼石的束缚。如果说老沙送路飞最大的礼物，那当属是罗宾，腿长貌美身材棒，温柔御姐历史好。作为能解读历史正文的人，对路飞成为海贼王
解开消失的100年的谜团，都是至关重要的存在。老沙呢，这是稀里糊涂为路飞成为海贼王填上了极其重要的一块拼图。而老沙面对路飞的时候，对此份厚礼只字不提，可歌可敬。当然了，还有老沙自己。老沙在顶上战争的沙场上有多么秀，那是有目共睹。赤犬从头到尾跟白胡子刚，他俩人一个岩浆一个阵阵，这破坏力谁敢上去？只有那无处不在的老沙不虚，先后贴脸怼这俩人，挂着8100万的赏金怼着鹰眼和明哥这俩老同事，完全一点都不 care。赏金只是个数字，能一把沙子吓傻元帅战国，那才叫本事。最后也是从赤犬手上救了路飞和慎平，所以纵观老沙和路飞的恩恩怨怨，老沙还真不完全是那种烧杀抢掠的黑社会，他的手下普遍是有情有义，关键时刻爱憎分明，可敬又可靠。作为沙老板，什么气质能配得上此等情操？那便是刚出了监狱就有人给擦皮鞋的气质。总之，老沙出品必属精品。开局一个桶，队友全靠捡，索隆篇。创业小天才路飞本着开局一个桶，队友全靠捡的理念，开启了自己的航海之路。超能力0，战斗力5，虽然没钱还很菜，不过他头上的那顶神装草帽自带顶级白嫖色霸气，经过了2代白嫖人的淬炼，白嫖色霸气到路飞这里已经是炉火纯青。路飞遇到的第一个至关重要的人，便是当年的胆小鬼，现在的本部大佐克比。克比说：“你不是要找队友吗？我知道一个，那就是10步杀一人，100米不认路的赏金猎人索隆。他现在被关在海军基地，克比也是出于害怕，顺带提一嘴。没想到路飞经过了0.05秒的深思熟虑后，就认定索隆了。克比直接吓尿，喂，不是吧？今天喝了脉动啊，脑子进了果冻啊，当去是公共厕所吗？路飞还真就是跟去厕所一样，来到索隆面前，跟我一起出海当海贼吧。哈哈，我拒绝，老子就是抓海贼的，我可以把你的刀烧回来。船长，其实刀不刀都无所谓，主要是我觉得船副这个工作很适合我。随后两人一拍即合，合力干翻了将来要一刀砍翻卡普的腐黄蒙卡。所以路飞出道就爆了一个神装，然后捡了一个未来世界第一大剑豪，还结识了未来海军大将，干翻了腐黄蒙卡，而且这些基本靠白嫖，属实666。然后朝着下一个白嫖地点前进。靠吃走上人生巅峰的瓦尔波，用吞吞果实吃出一个暴富人生。海贼王里用恶魔果实发家致富的人，一个德索罗，一个瓦尔波。这人看起来是个瓜皮，实际上是个国王；这人看起来是个战五渣，实际上他有一个很 bug 的果实。瓦尔波是原此古王国国王，这个暴力执政而且智商情商全部欠费的国王，不仅喜欢制定什么脑残法律，还搞了个1生20的医学垄断计划，但凡想要看病的人都要给他下跪。结果黑胡子一来，撵得瓦尔波屁滚尿流，连国家和子民都不要了，带着国王军就出去当海贼了。这干啥不行，破坏跑路第一名。在重回此古王国的途中遇到了草帽团，这上来就给梅利号一顿啃。瓦尔波不仅惹了草帽一伙，巧合的是他还曾经打过薇薇公主，后来又欺负娜美，把陆老大的2个元老级别的女人都欺负了，所以被路飞2次打飞。被打飞后的瓦尔波到处流浪，被各种追打和欺负，走投无路在桥下吃垃圾，为了糊口把吃下去的垃圾造成玩具。没想到的是人生从此开挂，靠吃垃圾造玩具逆袭。令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生意兴隆之外，他造的玩具还被发现了合金成分。这个老瓦秘制小合金，同时也是制造弗兰奇将军的必要材料。后来又当上了财团总裁，商业帝国也蒸蒸日上，成为顶级富豪，从此迎娶白富美，走上了人生巅峰。裴五百和乔翻倍，要说海贼王里最惨的2个海贼，那一定是乔巴和裴波。2个人以前是拿着几百的赏金，干着几亿的价，现在依旧是拿着几百的赏金，但是干着几10亿的价，心酸，实在是心酸。司法岛一战，乔巴怒锤铁块状态下的 CP9 的雄狮未取，打出了愿天堂没有铁块的效果，可一拳只值50倍力，被原地气哭。德岛一战虽然比较酱油，但是赏金足足翻了1倍，奈何基数太少。蛋糕岛舍命挡了大妈的一记皇帝剑，居然都抬不起乔巴的赏金。和之国刚刚活捉了40亿的大妈一只，看看这次能给多少。草帽团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海贼团，一个路飞能换1500万只乔巴，前无古人，后应该也没什么来者了。裴波作为罗的航海士，不仅穿着特殊的橙色队服，曾经还出现在罗的通缉令上，居然也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他们在本部的眼里就跟战国养的羊是一类的，都属于宠物。但是乔巴和裴波赏金有价，可爱无价，一个经不起夸，一个经不起骂，都是可爱的团宠。卖力不讨好的赤犬，顶上战争前的赤犬信心满满，我们有战国卡普坐镇楚行台，3大将参战，还有七武海和中将团以及10万大军，信不信打垮白胡子我一滴血都不流。青黄2将你们也表表态呀！我的摸鱼时代，不，我的冰河时代让他们插翅难逃，我的8尺描边，不，我的8尺琼勾玉绝对不会放走一只苍蝇。不过能不能先吃个早饭？住嘴！仔细想想你背后背的那2个字是什么？跟我一起奥利给冲冲冲！哎，我靠，气氛怎么这么诡异？明明一直在中路团战，为什么他们总感觉少人呢？老黄，坐我自行车，咱先吃个早饭去啊！哎，老季，你跟我想一块去了。隔壁的麦哲伦包子铺不错，尝尝。昨天刚吃完包子，今天吃 CP0的油条去吧。哦呦，你小子是看上油条摊的老板娘了吧？你少来，有一说一，你说了个麦哲伦包子铺，昨天吃出来一只苍蝇。老季，我敢说你吃出来的绝对没我吃出来的大。喂，你们2个不去帮阿犬在这干什么呢？不好意思，阿 Sir 没吃早饭呢，去给我带一份。不是吧，阿 Sir？ 什么不是吧？吃饱了才有力气打甲醛啊，不是，是吃饱了才不会有人以为我在打甲醛。老黄，你看我脸上是不是有东西黏糊糊的？台下的人怎么都笑我啊？没事没事，就是流了点汗。哎，不对，老季，你不是说让草帽那小子插翅难逃吗？阿犬他们没插翅，是坐潜水艇跑的。哦，老黄，你不是说不放走一个苍蝇吗？没错，别说水面上的苍蝇了，连蚊子我都顺带干起来了。
好端端一个战场没有火药味，怎么净是韭菜盒子的味儿呢？